魂之物焰是隐藏于九魂天河内那传说中的力量吗？那将九魂圣族推向巅峰的力量。听到皇甫圣女的话，大家再看仙喵喵的表情全都变了。原来看似最弱的仙喵喵，反而是他们之中隐藏最深的那一个。可就在此时，皇甫圣女一道武技轰下，见状，仙喵喵体内释放出磅礴的魂之物焰，形成一道巨大的防护罩，将楚风等人全部护在了当中。魂之物焰形成的防御罩倒是挡下了皇甫圣女的武技，可是仙喵喵却也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楚风发现仙喵喵的情况不止如此，他的生命正在快速的消散。他之所以能够凭借九品半神的修为抵挡住真神的攻击，不仅仅因为他掌握着魂之物焰，还因为他正在用自己的生命来燃烧魂之物焰，所以才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喵喵，快停手，这样下去你会死。楚风说道。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目光变化，他们才知道仙喵喵所展现的力量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仙喵喵侧过头看向身后的楚风，嘴角还挂着血迹的他竟忽然露出一抹笑容。楚风，我们认识多久了？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楚风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明显不是聊这个的时候。一转眼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以后要靠着你一次一次的保护帮助才能成长，可一切就是那样发生了。从下界到上界，从祖武天河到九魂天河，哪怕我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哪怕我的修为也在变强，我以为我可以不用靠你保护，甚至我能保护你的时候，可结果还是你在保护我，还是你在帮助我。若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死了。我呀，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最初修炼也只是因为大家都在修炼，我自然也不能落后。但那时的我只是从众，只是不想落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可是后面我明确了自己修炼的目标，那就是有朝一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也能站在你的身前替你挡下危险。楚风话到此时，仙喵喵脸上的笑意丝毫不减，可那眯成两道月牙的双眼却变得湿润。一路以来都谢谢你了，今日就换我来保护你吧。话到此处，仙喵喵便将目光投向皇甫圣女，她脸上的笑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杀意。与此同时，磅礴魂之物焰如火山喷发一般，源源不断的向皇甫圣女冲击而去。面对这样的攻势，皇甫圣女也是面露艰难，手持神兵开始奋力的抵挡。魂之物焰的力量很强，皇甫圣女就算能够抵挡，可却也尽显狼狈。但仙喵喵的情况其实更糟，仙喵喵的生命气息正在快速的流逝。喵喵姐姐，你快停手，让我去宰了他。见此情形，小鱼儿想冲出去自己对付皇甫圣女，可却被仙海少羽拦了下来。尽管也不希望仙喵喵牺牲，可身为哥哥，他更不希望自己的妹妹冒险。对于仙喵喵的牺牲，所有人都是沉默着，尽管心疼，但却无可奈何。看着无能为力的众人，以及不惜燃烧性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喵喵，楚风则是立刻闭上了眼眸。下一刻，楚风的身影出现在了的丹田世界之内。当他睁开眼眸，那被红色雷霆缠绕、巨大到遮天蔽日的雷霆巨兽就在他的眼前。小鬼，你想清楚了，真的要在这个修为挑战本尊的手段？你应该还记得失败的后果吧？红色雷霆巨兽浑厚的声音回荡于这浩瀚世界之内。前辈，我不是来挑战的，而是这个力量，我今日必须拿到。话罢，楚风脚步向前一踏，便冲向雷霆巨兽，进入了雷霆巨兽的身体。刹那间，无数道红色雷霆化作千军万马，疯狂地向楚风席卷而去。瞬息之间，楚风的肉身已是变得破败不堪，可楚风不仅向前的速度没有丝毫迟缓，就连哀嚎都没有发出一声。他的眼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坚定。终于，楚风来到了雷霆巨兽身体深处那雷霆卷轴所在的位置。此时，楚风终于能够看清那雷霆卷轴上面所写的字：血脉记，神雷赋。关于此记，还要追溯到古界。古界之时，红色雷霆巨兽现身帮楚风摆脱困境，那也是红色雷霆巨兽第一次与楚风真正的沟通。他提醒了楚风，不可再施展天雷九重斩，因为那是燃烧血脉的禁忌手段，但同时也说传授楚风他的手段。不过他的手段，楚风不可轻易尝试，因为楚风必须成功，若是失败，红色雷霆巨兽将离开楚风的丹田，不再为楚风所用。这是为何楚风一直不敢轻易尝试融合这雷霆卷轴的原因，甚至之前都不知道那雷霆卷轴具备怎样的力量。还是楚风在9天之巅冲破测试阵法，一缕脉之本源被楚风炼化后，使得楚风对自身血脉的掌控力更强。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这雷霆卷轴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现在古殿被封锁，神路力量未恢复，吞天麒麟也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楚风只能依靠自己，而这力量是楚风唯一的希望了。楚风将雷霆卷轴握在手中，前辈多谢了。话罢，便将雷霆卷轴捏成粉碎。下一刻，雷霆卷轴化作道道红色雷霆进入楚风体内。猛然间，小鱼儿、仙海少羽、龙成宇等众人都感受到有耀眼的红色自身后闪耀，以及与众不同的气息。楚风回头观望，他们皆是目露金色，面容呆滞。那红色源自于楚风，是凶猛的红色雷霆，道道如龙，霸道无比。只见楚风身上的雷纹、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依然存在，但当一众红色的雷霆自楚风体内扩散之后，竟然覆盖了他的所有血脉之力。9色雷霆变成了红色雷霆，但无论是雷纹的形态，又或者是雷霆铠甲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雷纹变得更加霸气，雷霆铠甲则是更加接近实质化。而说到变化最大的是那雷霆羽翼。虽然9色神雷如今只剩下了红色雷霆，但那对雷霆羽翼却比先前大了10倍不止，宛如恶魔之翼，附于凡人之躯，只是看到便令人畏惧。就在此时，楚风睁开了眼眸，他的眼中竟也布满了红色的雷霆，但伴随他的眼眸睁开，那与众不同的气息更是覆盖了整座浩瀚古殿。你做了什么？见到楚风这个模样，
最惊讶的其实莫过于皇甫圣女三人，身为天雷血脉者，他们能感受到楚风此时展现的变化与天雷血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这竟是他们皇甫天族都未曾了解到过的手段。最主要的是，身为天雷血脉者，当楚风这红色雷霆出现后，他们竟莫名的感到心慌和恐惧。这种表现，皇甫上扬最为明显，他的身体都在瑟瑟发抖，是无法自控的那种。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告诉他们，楚风所施展的手段是极其利奥的，极其不凡的。楚风没有理会皇甫圣女，而是来到了仙喵喵身旁，伸手抓住了仙喵喵的手。这一刻，仙喵喵的所有力量都瞬息消散。楚风看到此时红雷缠身的楚风，仙喵喵也是倍感意外，一时之间愣住了。喵喵，接下来交给我吧。楚风对着仙喵喵淡淡一笑，旋即手腕一转，太古英雄剑再度出现在手中，红色雷霆顺着楚风手掌延伸，竟也将太古英雄剑化作了一把由红雷缠绕的长剑。雷霆缠绕之下，那把剑仿佛也是楚风一体。楚风问你话呢？你身上的是什么？皇甫圣女瞪着双眼，再度问道。他实在是太好奇了，甚至相比于脉之本源，楚风身上的红色雷霆对他更具有吸引力，是你此生都没资格接触的手段，也是今日要你性命的力量。楚风说道。笑话，你看看你的修为，还是八品半神，你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手段吧？看上去是不错，但有什么用？别说你是八品半神，就算你是九品半神，拥有逆战九品的力量，你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半神、真神一字之隔，但这境界的鸿沟是你永远无法跨过的。皇甫圣女疯狂嘲讽，甚至面露狰狞。她很嫉妒楚风的血脉，嫉妒楚风的手段，但同时也很猖狂，因为皇甫天族先辈争取来的底牌，他此时拥有真神境的修为，就算是血脉手段都不如楚风，那又如何？此等底牌在身，他便立于不败之地。可忽然，皇甫圣女愣住了，下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皇甫圣女的脸庞都被红色的光芒所覆盖。不知何时，被红色雷霆缠绕的楚风来到了皇甫圣女的面前。楚风修为不变，依旧是八品半神，可他手中的太古英雄剑却已然洞穿了皇甫圣女那被真神武力护体的身躯。古殿内之众人看着楚风的同时，宛如石化一般，皆是愣住，片刻后才缓过神来。小鱼儿的大眼睛眨了又眨，哪怕是他绝美的小脸之上，也是浮现出了惊奇。半神洞穿了真神，此事真乃闻所未闻。可忽然，楚风抽出长剑，身形向后倒退，皇甫圣女的胸前出现了一团磅礴的力量，那力量融入皇甫圣女身体之中，竟将皇甫圣女被洞穿的身躯修复如初，就连皇甫圣女本在快速减弱的气息也快速恢复。是那令牌，原本在其胸口的令牌彻底粉碎，化作了那团力量与皇甫圣女融为一体，又救了皇甫圣女一命。你族先辈留给你的底牌用尽了，接下来谁来救你？楚风问。他已看出那令牌化作的力量是最后的力量，并且这份力量持续不了太久。皇甫圣女已经没有底牌了。皇甫圣女站起身来，低着头，却发出阴森的冷笑。楚风啊，楚风，你真是给我惊喜，不枉费我皇甫圣女最初来到九天之巅就是冲着你来的。我收回先前的话，你没有让我失望，你给了我极大的惊喜，脉之本源我都可以不要，但你那红色雷霆这份力量，我皇甫圣女要定了。猛然间，皇甫圣女抬头看向楚风，这一刻，她的眼眸竟然还做了漆黑之色，不只是眼眸，她的脸庞也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皮肉开始溃烂，黑色的尖刺自皮肤浮现，不只是脸、手掌，以至于全身都发生着这样的变化。此时的她已不像个人，更像是一个怪物。少主，不可！见到这样的皇甫圣女，皇甫将要满眼心疼，就准备上前制止，可他刚要动身，皇甫上扬便拦住了他。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你想少主死吗？皇甫上扬问。听闻此话，皇甫将要不由看向楚风，目光极其复杂。楚风的气息没有变化，尽管身上的红色雷霆的确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迫，可楚风的修为依旧是八品半神，但就是这样的楚风，却已然将他们逼入绝境。皇甫上扬说的对，他们的少主已是别无他法。好特别的禁药，应该是从特殊的妖物之中提取出来的，想不到还有这种禁药，这就是远古家族的手段吗？但这样的反噬定然也是非同小可，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血脉，看来他很活下去。仙海少羽叹道。因为皇甫圣女不仅外貌变化，战力也是再度提升，可这禁药很特别，会影响血脉，也就是会影响日后修行。皇甫圣女一直以自己血脉为天雷圣品为荣，肯动用如此禁药，等于放弃前程，为了自保，他也是拼了。楚风自然也看出了皇甫圣女的变化，可楚风却什么都没说，左手自乾坤带划过，一把散发雷霆的长枪出现在了手中。此兵一出，虚空震荡，楚风战力明显变得更强。可看到那把雷霆长枪，皇甫圣女、皇甫将耀、皇甫上扬三人皆是瞪圆了双眼，他们自然认出那是皇甫凡逆的神兵。你把皇甫凡逆怎么了？皇甫将耀怒声问道。杀了！楚风道。你胆敢杀我皇甫天族之人，我皇甫天族不会放过你的。皇甫将耀咬牙切齿。你没毛病吧？是你远古天族的人遗传的脑子不够用，还是你们一直被关着脑袋被关蠢了？楚风鄙夷地看了皇甫将耀一眼，就像看待傻子，甚至都不想多骂他。对此，仙海少羽也笑了，的确够蠢，他们已是势不两立，不死不休，这个时候还抬出家族来唬人，纯粹是脑子抽了。楚风是要用我皇甫天族的神兵和我交手，看来你真的很穷。皇甫圣女说道。没有，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也有神兵。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手臂一挥，那把神兵长枪便从半空飞掠而下，砰的一声，碎石飞扬间，那把神兵长枪已是插入古殿的大地上。楚风兄弟，
他这是何意？龙成宇等人皆是不解，皇甫圣宇同样露出不解的目光，为何亮出神兵又将其丢掉？直到楚风看着皇甫圣宇开口，众人才明白他的意思。对付你，我不需要神兵。狂妄！皇甫圣宇手中神兵长枪挥动，数道雷霆巨兽向楚风席卷而来。他不是因为愤怒而于此刻出手，而是因为他的劲要于此刻达到顶峰，所以才在此刻出手。这一击他之前用过，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此时再度施展，威力远胜先前，是特殊劲药所发挥的作用。眼见形势不妙，龙成宇等人便想躲开，因为那种级别的战斗，哪怕涟漪也能要他们性命。不用。可见海少宇却是立刻开口，且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楚风。就在这一瞬间，武技散开，涟漪形成，与古殿肆虐，但偏偏没有向他们这个方向靠近。是楚风挡下了那涟漪，不仅是涟漪，楚风手持太古英雄剑挡下了皇甫圣宇的这一击，并且直奔皇甫圣宇而去。这一次，楚风没有再施展神行，而是凭借自身速度前行，毕竟神行再快，也不能一直施展。皇甫圣宇很想与楚风保持距离，一边施展武技攻击楚风，一边不断向后退去。可此时的楚风简直势不可挡，没有任何特别的攻势，甚至都没有施展武技，就那样以8品半神的修为，凭借一把尊兵轻描淡写间便挡下所有皇甫圣宇的武技，并且最终来到了皇甫圣宇近前。楚风一剑对着皇甫圣宇的肩膀便劈了过去，眼见无法躲闪，皇甫圣宇只得举起神兵长枪进行抵挡，而楚风也没变换剑势，就直接劈砍而下。尊兵与神兵交织，掀起的涟漪横扫八方。按理来说，不在同一级别的兵器无法抗衡，可太古英雄剑却与那神兵长枪平分秋色，甚至楚风单手握着尊兵所展现的力道，竟让双手高举神兵的皇甫圣宇咬牙切齿，面容扭曲。他扛不住，劲药作用下，他的双臂比平时壮了2圈，还缠绕着黑刺，看上去如强壮有力。可此刻那强壮的双臂却是剧烈抖动，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将太古英雄剑不断压下，最终落在了他的肩膀之上。你这只手我斩了！话罢，楚风手中太古英雄剑猛然向回一抽，鲜血喷溅，皇甫圣宇的左臂被整个斩下。望着自己的断臂处，皇甫圣宇短暂的愣了神，他有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不愿相信他被一个8品半神凭借纯粹的力量将其整条手臂硬生生的斩断。可断臂处传来的痛感，那喷涌的鲜血，以及正在下坠的断臂，都在提醒他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突然，皇甫圣宇的身体长出了更长的黑刺，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人形刺猬，看着虽然诡异，可他的战力却再度提升。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皇甫圣宇顾不得鲜血飞流的断臂之处，而是右手握紧神兵长枪，刹那间雷霆喷涌而出，很快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一条巨大的雷龙。他已将禁药的力量尽数施展而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而根据楚风的观察，皇甫圣宇这条雷龙不仅形态与雷蛟不同，威势更是远在雷蛟之上。尽管同是一段神境，但这雷龙绝对是更强的神境武技，当然这也依赖于皇甫圣宇那禁药对战力的加持。可对此，楚风依旧丝毫不慌。只见楚风将太古英雄剑以双手紧握，随后轻喝一声神境雷蛟。此刻周身雷霆闪烁，很快一条雷蛟便自身后浮现。只不过此时楚风身上的雷霆皆是红色，就连那条雷蛟也是由红色雷霆凝聚而成。神境雷蛟，他怎么能够施展得出我皇甫天族的神境武技？皇甫将要与皇甫上扬同时问道。尽管那雷蛟是红色的雷霆，可那形态和气息，他们仍能认得出那是他皇甫天族的神境武技。楚风根本没有理会二人，而是看着那早已人不人鬼不鬼的皇甫圣宇。皇甫圣宇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也是满眼金色，想不通，实在想不通，他皇甫天族的武技从不外传，为何楚风能够施展而出？但他也没有多问。事已至此，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必须将楚风杀死，否则他将命丧于此。可他虽未打算说话，楚风却是开口了。皇甫圣宇，我这武技你应该了解，你很清楚这个武技不如你的，但我今日就用它来废了你，我要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差距。楚风此话说完，太古英雄剑对着皇甫圣宇一指，那红色的雷蛟便向皇甫圣宇冲击而去。狂妄之辈，你给我死！皇甫圣宇怒喝一声，使出全身力气，于是他身后的雷龙也是发出刺耳的咆哮，摆动着庞大的身躯，携带那毁灭性的力量向楚风冲击而去。可是当那无论形态还是威势都比雷蛟更强的雷龙真的与雷蛟触碰之际，顿时肉身溃散，简直不堪一击。而雷蛟势不可挡，已是将皇甫圣宇吞噬。红色雷霆宛如万千箭矢，不断在皇甫圣宇身体穿梭。皇甫圣宇的身躯快速扭动，同时裂开大嘴，发出刺耳的哀嚎，直到红色的雷蛟也是化作雷霆散去，皇甫圣宇才如断线的风筝坠落而下，最终摔在大地之上。此刻的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已是仅剩一口气。实际上他能剩一口气，还是楚风手下留情的结果。如若不然，刚刚那一击便足以让他飞灰烟灭。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落在了他的身旁，乃是楚风。为什么我堂堂天雷圣品会不如你？皇甫圣宇躺在地上，看着俯视自己的楚风，泛红的双眼内映射出无穷的不甘。从小到大，他都是皇甫天族最耀眼的存在，被视为皇甫天族未来的希望。同辈之中，从小到大他都是无敌的，再加上圣品血脉，他以为他会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可遇到楚风之后，他的所有骄傲都被一次次的踩碎，但他对自己仍是抱有期望，觉得楚风之前的所作所为皆是侥幸，哪怕现在他也不愿相信他不如楚风的事实。楚风没有回答，
而是大袖一挥，一重结界将他与皇甫圣女封锁在了当中。你那武技我要了。楚风此话说完，探手一抓，暗黑色的气焰便释放而出笼，罩住了皇甫圣女。是秘技暗之掠夺。伴随着暗之掠夺回到楚风体内，皇甫圣女刚刚所施展的所有手段都被楚风所掌握，无需修炼，直接掌握。这便是暗之掠夺的可怕之处，可怕到说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有如此恐怖的手段。你究竟是什么怪物？皇甫圣女虚弱地看着楚风，她不清楚楚风对她做了什么，但她刚刚感觉到，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已经被抽离了出去。那暗黑色的气焰让她感到恐惧。对于皇甫圣女这个问题，楚风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皇甫天族有何打算？楚风问道：杀了我。对于楚风的问题，皇甫圣女也没有回答，她闭上了眼睛，似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探手一抓，掌心阵法浮现，皇甫圣女便被吸入掌心之中。随后阵法化作印记，又有多件物品飞掠而出，不仅有乾坤袋，还有皇甫圣女身上的其他宝物。楚风探手一抓，皇甫圣女的那把神兵长枪便落入了楚风手中。这把长枪可比皇甫凡逆那把强多了。楚风将自己的血脉融入那长枪之内，就连他也是眉头微皱。他需要从长枪内剥离出皇甫圣女的气息，才能让这神兵长枪为他所用。虽然有些难度，但也不过片刻时间，这神兵长枪便停止了抵抗，不仅将皇甫圣女的气息逼迫而出，更是开始对楚风屈服。可就在神兵长枪与楚风气息融合的一瞬，楚风发现神兵长枪上面有一个古老的字体，那似是一个真字，它与神兵乃是一体，隐隐浮现，但又很快消失不见。何意？楚风有些不解，但很快楚风双腿一软，周身的红色雷霆也是立刻退散而去。这一刻，楚风的修为迅速的回到了五品半神的境界。这感觉是副作用吗？楚风感觉不妙，于是大袖一挥，将结界散去。当众人再度见到楚风，发现楚风手中握着皇甫圣女的神兵长枪，而地上残留着诸多宝物以及乾坤袋，却唯独不见皇甫圣女的身影。显然皇甫圣女已经死了。楚风，我和你拼了！皇甫将要手持神兵，携带滔天杀意便向楚风冲了过去。可面对皇甫将要的攻势，楚风不仅没有丝毫闪躲之意，反而身子一晃，便要栽倒在地。而就在此时，皇甫将要手持神兵已经是攻到楚风面前，可那神兵还未劈砍而下，他便面露痛苦。是仙海少羽，他不仅搀扶住了即将摔倒的楚风，更是将修为提升到了极致，而他手中的神兵已然洞穿了皇甫将要的丹田。与此同时，小鱼儿、风铃以及仙喵喵几乎同时出现，呈守护之势，将楚风围在了当中。我们这边可不只有楚风一人。此话说完，仙海少羽神兵一挥，皇甫将要便被拦腰斩断，气息全无。杀了！眼见着仙海少羽直接杀了皇甫将要，秦玄和凌霄等人皆是面露复杂。皇甫天族这5个小辈展现出的实力和宝物，就已经让他们清楚皇甫天族底蕴雄厚，这样的势力得罪的后果那是极其可怕的。尽管皇甫将要这些人早就对他们动了杀心，可换做他们未必敢做出仙海少羽这样的决定。大哥哥他怎么了？小鱼儿也是伸出小手扶住了楚风，且也在观察楚风的情况。据他观察，楚风只是虚弱，但并无大碍。可他太担心楚风了，所以对自己的判断并不相信。这种时候，他更相信他哥哥的判断。没事，应该是刚刚的手段造成了一些负担。仙海少羽说完话，看向了皇甫上扬。皇甫上扬则是立刻探手，示弱的说道：我其实就是一个跟班，我可没想与你们不死不休。事已至此，你觉得我们有留活口的必要吗？仙海少羽问。的确，我若是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大可以对外宣称我们是死于试炼。我若是活着，你们则是要承担事情败露的风险。不过据我所知，你们这些当代天河霸主势力的关系，并没有表面那么牢靠吧？仙海少羽，你若是杀了我，不怕他们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吗？你要不要将他们一起灭口？皇甫上扬说话间，特意将目光投向秦玄、龙成宇以及凌霄，还有宇文言日等人。仙海少羽，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秦玄立刻保证道。皇甫上扬，你少挑拨离间。龙成宇等人更是纷纷怒斥起皇甫上扬，但对于他们的斥责，皇甫上扬并未理会，而是继续看向仙海少羽。仙海少羽，我想你对我皇甫天族应该很是好奇，这样你放我一马，我将我皇甫天族的情况告诉你。皇甫上扬说道。你说？仙海少羽道。我皇甫天族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只是出现了我们5个天赋不错的小辈，所以看上去比较强。可实际上，我皇甫天族的老一辈早就实力不济，虽然有些远古传承下来的家业，但实力不如你们这些当代的庞然大物。皇甫上扬说道。你不妨说说远古之事，远古时期发生了什么？为何你们远古种族大多受限，而你们皇甫天族并未受限？你们是如何摆脱这限制的？仙海少羽问道。这些事可是不能外传的秘密，你过来，我只告诉你。皇甫上扬说道。仙海少羽直接来到了皇甫上扬的近前，说吧。可皇甫上扬忽然面露杀意，瞬息之间将修为提升到了极致，但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只见鲜血喷溅，伸手一触，仙海少羽早有准备，眼见不对，直接将其斩杀。这家伙够阴险的。见状，秦玄与龙成宇等人纷纷感叹，幸亏过去的是仙海少羽，若是其他人，搞不好真的就被皇甫上扬偷袭得手了。仙海少羽大袖一挥，将皇甫上扬以及皇甫将要身上的所有宝物都收了起来，但是皇甫圣女掉落的宝物，他却是一样也没取。少羽兄，你见多识广，知道刚刚楚风身上的红色雷霆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为何能让他以8品半神的修为斩杀1品真神？秦玄好奇地问道。而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场其他人感到好奇的。我猜测，那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血脉手段。黄甫天族的神境武技都是与天级血脉相通的，所以楚风在施展黄甫天族的神境武技时，那神境武技的形态都会跟随他的血脉发生变化。不过这个手段大概率只有楚风兄弟能用，因为手段越强，需要的能力则越大。而当楚风兄弟登上那血脉比斗台，自命不凡的黄甫圣女也只能趴在地上。也只有黄甫天族的几个傻子不愿面对现实，但外人谁看不出来，楚风兄弟的天雷血脉是比黄甫圣女更强的品阶，并且强的可不止一星半点，而是很多很多，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所以楚风兄弟的手段虽然的确逆天，但其实逆天的终究是他本身，其他人就算知道这个手段也施展不出。仙海少羽说道。还真是。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也都觉得仙海少羽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很可能是与自身血脉有关的手段。我的楚风兄弟还真是不简单啊，龙成宇叹道。但他感叹的不仅仅是楚风自身的实力，而是这个手段本身能够知晓也是一种抵御，当然不简单。楚风兄弟的父亲应该是一位绝顶高手，不然怎么可能得到介染清前辈的青睐？也只有自大到愚钝之人才不明白这一点，还以为介染清大人驾亏了。话到此处，仙海少羽看向凌霄和介宝宝，笑道：不是针对你们，但你七界圣府愚钝之人真是不少，想必你们也清楚吧？对此，凌霄与介宝宝都没有回答。仙海少羽说的是事实，若是当初七界圣府认真调查此事，而不是自己妄断，直接将楚风与其父亲判了死刑，定下废物之名，也许就不会落到今日这般尴尬的田地了。可就在此时，虚空之上忽然传来阵阵轰鸣，抬头一看，道道磅礴的大阵冲天而起，竟凝聚出一道巨大的法阵。很快，又有数道身影来到天际之上，继续布置阵法。看到那些身影，众人目光变化，七界圣府他们要做什么？龙成宇等人皆感到好奇。倘若封锁天空的力量真的是传说中的脉之本源，那七界圣府应该是想要征服这脉之本源吧？仙海少羽道。听闻此话，秦玄以及神体天府的人目光复杂。脉之本源，这传说力量，谁不想得到？若不是有所忌惮，想必他们所在的势力也早就出手了。忌惮谁？自然是七界圣府。七界圣府明面上也是一方天河的霸主，与苍穹仙宗、神体天府、仙海鱼族等势力齐名，但大家心知肚明，七界圣府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势力，各方霸主势力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就比如现在，七界圣府当着各方势力面直接对脉之本源出手，但却没有一个势力敢提出一个不字，甚至连提出联手这种事都是不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七界圣府去收服那传说中的力量。一道声音的响起，让所有人将目光从古殿之外的景象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是楚风发出的声音：大哥哥，你醒了。楚风，感觉怎么样？可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见状，小鱼儿以及仙喵喵等人赶忙关切地问道。听到众人呼唤，楚风也是睁开眼眸，此时的他虽然苏醒，但身体还是很虚弱。我没事，就是太虚弱，需要恢复一下。楚风说道。现在楚风已经确定了，这便是血脉技神雷斧的副作用。血脉技神雷斧，准确来说，他与楚风淡淡消散时，楚风因暴怒而掌握的战力很像，可以在楚风修为上提升1品战力，但这个战力是旁人所感受不到的。楚风本身修为是5品半神，雷纹、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加持下，可将修为提升到8品半神，再加上那1品战力，战力可达9品半神。在这个基础上，楚风再施展神雷斧，战力将再度提升1品。别看楚风看上去是8品半神，可其战力却已然在8品半神的基础上又提升了2品。但楚风的提升与其他人不同，比如仙海少羽，他是7品半神，提升3品修为就超出了9品半神，但根本无法迈入真神，只能在9品半神的基础上获得1品战力。虽然战力是强于寻常的9品半神的，但却仍然在半神境的范畴内。按理来说，楚风8品半神的修为，就算能提升2品修为，也应当也是与仙海少羽一样，战力仍是半神之内，这是修武的法则。可楚风并没有局限于此，这就是血脉技神雷斧的特别之处。神雷斧能够打破境界的限制，打破修武法则。当楚风战力达到9品半神的时候，以此基础施展神雷斧，可以跨越境界的鸿沟，让其战力达到1品真神境。这便是为何楚风能够凭借8品半神的修为轻易击败黄甫圣女的原因。如此可怕的力量，施展后的代价只是浑身虚弱，短暂昏迷。在楚风看来，这个代价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七界圣府的人是在干嘛？楚风躺在地上，刚好能够通过那结界门看到外面的情况。我哥说是七界圣府想要征服脉之本源。小鱼儿说道。听闻此话，楚风笑了。楚风兄弟，你现在能通过那结界门征服那脉之本源吗？龙成宇说道。能。楚风道。若是能的话，赶快出手吧，可别让七界圣府捷足先登了。龙成宇说道。不急。可楚风却是笑了笑，且补充道，我需要恢复一下，也刚好一起看看七界圣府的笑话。笑话？听闻此话，众人不由一愣，他们根本无法征服脉之本源，搞这么大的阵仗，不是笑话又是什么？楚风说话间便坐起身来，先将2颗丹药丢入口中，旋即便闭上眼眸，开始调整状态。此时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了凌霄与介宝宝，毕竟这2位可是七界圣府的人。楚风这样说，大家很难不考虑他们2人的情绪。可对此，凌霄与介宝宝并没有什么反应。楚风调整的速度很快，没过多久，状态便已恢复大半。楚风睁开眼眸，不由抬头看向外面，外面的阵法虽然接近完成，但却并未彻底完成，居然还没布置完，够慢的。楚风叹道。他看得出来，
那大阵应该早就是做好了准备。当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其实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做好。可就算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基础，但布置阵法却也耗费这么久。由此可以看出，这座阵法的难度很大。对了，皇甫将要他们呢？楚风问道。被我杀了，因为是我杀的，所以他们身上的宝物我就收走了。你别介意。仙海少羽说道。当然不会介意。楚风明白仙海少羽的意思。他们在场这些人中，现在看是统一战线，可实际上各为其主，很难保证日后不会有人将今日的事传出去。若是传出去了，楚风与仙海少羽便是罪魁祸首。仙海少羽并非是要贪那宝物，首先人是他杀的，他拿那宝物本身就情理之中，但最重要的是他是要承担这份责任。他不是帮楚风杀，而是他就是想杀。他与楚风有着相同的责任，所以就算日后这个事情传出去，皇甫天族真的要报复，别的势力不敢说，仙海鱼族绝对会站在楚风这一边，因为他们也将是皇甫天族报复的对象。于是楚风将皇甫圣羽的所有宝物也都收入了乾坤袋内，包括神兵。楚风兄弟，你刚刚的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何看你是8品半神，但是1品真神的皇甫圣羽都不是你的对手？龙成宇好奇地问道。他此话一出，其他人也都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楚风。之前只是他们自己的猜测，可他们还是想亲耳听到楚风的回答。这个是秘密，是我的底牌。楚风笑了笑，但旋即又补充道，这件事暂时不方便对外透露，还请诸位帮我保密。其实不仅这件事，皇甫圣羽他们的死，以及喵喵的力量，我希望大家都能保密。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有谁将这些事的任何一件说出去，为我或我的朋友招来了麻烦，我楚风一定会查出是谁泄露出去的，到时候可别怪我楚风不讲情面。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着重看向了秦玄以及神体天府的那几位，当然也看向了凌霄和界宝宝。其实楚风对凌霄和界宝宝印象不错，但是他们目前毕竟是敌对，各为其主，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有些事情楚风也不好确定。楚风若不是你，我秦玄都死了，你放心，我绝对会保密。秦玄说道。楚风，我也会保密。宇文炎日也是说道。紧接着神体天府的其他人也是纷纷表态。而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刺耳的轰鸣，磅礴的大阵终于布置完成，并且已经释放出强大的力量，而那力量汇集到一个人的身上。看到那个人，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因为那个人乃是七界府主。这座大阵原来是为七界府主布置，他要承载大阵的力量，亲自去征服脉之本源。眼见着七界府主登场，人们下意识的便看向楚风，毕竟七界府主与楚风的恩怨，他们都已经回到了。本以为见到七界府主，楚风会情绪激动，可却惊愕的发现，楚风的表情十分平静，甚至比他们还要淡定。楚风抬头，透过那结界门看着外面的景象，他十分平静，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慌张。可实际上，透过那结界门能够看到，外面早已是天翻地覆，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关注九天之巅，而是关注着虚空之上，光芒璀璨，连绵到视线尽头。那由七界圣府诸多强者联合布置的磅礴的大阵，同样覆盖天地，意象与阵法同时笼罩世界。那阵仗就像是两军对峙，当阵法力量涌动时，天地都剧烈颤动，强大的力量引得大地都出现无数裂痕，并且这等景象可不止然麦村这一方天地，而是整个世界都是如此。甚至若是七界圣府想的话，这阵法的力量能够轻松的毁灭这方世界，而就是如此强大的阵法力量，眼下却汇集到一个渺小的身影之上。偏偏这个渺小的身影能够承受这恐怖的阵法力量，此人正是七界府主。当七界府主登场，原本喧闹的世界都变得安静了几分。在这位老者面前，人们连说话都要仔细斟酌一番。如果说当今浩瀚修武界最令人惧怕的势力是七界圣府的话，那么当今浩瀚修武界最令人惧怕之人，无疑就是七界府主界天然。七界府主双掌合并，随后法诀捏动，刹那间天地颤动得更加剧烈，宛如整个世界都要颠倒，大地开始翻腾，虚空开始碎裂。一时之间，小辈们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都难以站稳，需要老一辈搀扶才能稳住身形。惊恐之下，浩瀚人马宛如惊弓之鸟，向远处退散而去。伴随七界府主掌心摊开，一个圆形的阵法罗盘自其掌心飞出，阵法罗盘脱手之后迅速扩大，转眼间也化作了遮天之巨物。罗盘上边布满结界符咒，此刻随着七界府主法诀变化，快速旋转，磅礴的吸力自罗盘内释放而出，虽与大地无关，但却覆盖虚空。刹那间，虚空之上的所有物品都涌入那罗盘之内，就连脉之本源也是蠢蠢欲动，宛如刚刚形成的龙卷风，形成坠落之姿，向那罗盘飞掠而去。只是在半空之中却又停下，二者并未真正的交汇，但这个景象却也让所有人感到不安。他不会真的要将脉之本源收入其中吧？龙成宇等人也是面露紧张，他们自然不希望七界府主成功。放心，他成不了。相比于他们，楚风则是依旧淡定。只不过楚风说话间已是御空而起，来到了那结界门前。但楚风刚刚靠近，便有金色符文浮现，拦住了楚风。楚风伸出手掌，同时认真观察金色符文，他知道这其中蕴藏着一些力量和重要的东西。此时其他人都在观察外面景象，但凌霄则是与楚风一同观察那金色符文。凌霄也意识到那金色符文蕴藏着什么，他想看看能否窥探出一些什么东西，可他还没有窥探出什么，楚风便捏出一道极其复杂的法诀，刹那间那金色符文便开始涌入楚风体内，最终所有金色符文彻底融入了楚风体内。而就在此时，虚空之上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咆哮，是脉之本源。伴随那声咆哮响彻，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瞬息之间，那释放吸力的罗盘便化作粉碎，就连七界府主也是赶忙身形倒退，
从高空之上落到了地上。与此同时，七界圣府那些维持那阵法的戒灵师，轻者面露难堪，重者狂吐鲜血，甚至有人直接昏迷，开始从空中坠落。但是那些人可都是七界圣府实力极强之辈。见此情形，七界圣府又有多人御空而起，将那坠落的强者扶住，但更多的人则是来到七界府主身旁，布置一座防御大阵，覆盖七界府主，生怕出现意外。我没事，七界府主叹道。可他此时的脸色并不好看，比先前苍白了许多，但立刻取出一颗丹药，吞入口中，但情况并未缓解。可他也顾不得这些，而是抬头望向虚空，看清虚空的景象后，他那一双老眼之中满是不甘。伴随诸多七界府主强者昏迷和负伤，那阵法也是难以维持，遮蔽虚空的大阵宛如镜片碎裂，无数裂痕浮现，且蔓延的越发严重。传令，弃阵，所有人退回来吧。七界府主道。他此话一出，立刻有人传令，七界府主众强者纷纷退回。没有了戒灵师的支撑，大阵彻底瓦解，散去的结界之力宛如光雨一般倾泻而下，极其美丽。但人们看到这一幕，更多的却是感慨，这美丽景象的背后，却是七界圣府的失败，也是戒天染的失败。居然连七界府主亲自出手都失败了，看来这力量真的是传说中的脉之本源，不然不会如此狂暴。众人纷纷感叹，但一些庞然大物的强者却是面露喜色，这倒是好事。若是被戒天染拿到了脉之本源，就更没我们的好日子了。可很快，虚空之上，先前七界圣府布阵的中心区域，又有一道结界阵法浮现。这道结界阵法很小，但是它散发的气息极其特别，迅速引得全场注意。七界圣府还有更厉害的阵法，众人第一反应便觉得那阵法是七界圣府的手段。可是很快，一只手从那阵法中间伸出，伴随手掌伸出，一道身影也是快速的浮现。当看到那道身影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不由一愣，此人他们几乎大部分人都认得，正因认得，他们才怀疑他们是否看错了，因为此人乃是楚风。楚风在古殿之内融合了金色符文之后，便可以顺利的穿越结界门，而楚风正是从结界门内走了出来，只不过走出之后就进入了这结界阵法之内。这阵法乃是透明的，外面的人看得清他，他也看得清外面的一切。原来如此，楚风观察了一眼这结界阵法，低头一看，结界门还在，且仍能看到古殿内的情况，他随时可以通过结界门回去。但重要的是，这阵法可不简单。刹那间，无数光芒宛如倒射的流星，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围剿而来。是七界圣府的人，当他们确定来者乃是楚风后，便立刻布置阵法，想要将楚风擒拿。看着那席卷而来的阵法，楚风则是丝毫不惧，反而忍不住露出了一抹讽刺的微笑。那些阵法明明威势滔天，力量不凡，可当碰撞到楚风所在的渺小阵法后，那些阵法就宛如微风吹过了巨石，立刻化作结界之力向外飘散。那阵法竟如此强悍，何止七界圣府之人，外人也是摸不清头脑。别白费力气，那是9天之巅的阵法力量。七界府主暗中传音，听到七界府主的话，七界圣府众人才立刻罢手。9天之巅的阵法力量，他们的确无可奈何。楚风他不是在参加9天之巅吗？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但同时，众人也是纷纷猜测。而就在他们不解之际，楚风则是御空而起，伴随楚风身形挪动，楚风周身的阵法竟也跟随他移动挪动。当楚风停止之际，距离脉之本源已是极近。只见其伸出手臂，张开手掌，这一刻，楚风的皮肤上出现了金色符文，那金色符文与刚刚从结界门内延伸而出，进入他体内的金色符文一模一样。这个架势，楚风他是想征服脉之本源。此时，众人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打算，疯了，他真是疯了。七界圣府都无能为力的脉之本源，他一个小辈就想要收服，简直是找死。但反应过来的众人却是纷纷摇头，觉得楚风此举简直是以卵击石。很快，脉之本源传来一声刺耳的咆哮，那声咆哮与先前击碎七界圣府阵法的咆哮一模一样，并且很快，脉之本源就像被激怒了一般，磅礴的力量开始搅动，从天而降，直奔楚风冲击而去。真是不知死活，就算是护着他的阵法再强，可面对无主的脉之本源，也只能等死。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是连连摇头，觉得楚风已是必死之人。可下一刻，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就连七界府主也是瞪圆了那双老眼，因为那磅礴的脉之本源在靠近楚风之后，并没有将楚风吞噬，反而是涌入楚风的掌心之中，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楚风的体内。脉之本源本是遮天之物，眼下汇集一起，向楚风掌心涌去，天地震荡之剧烈，仿佛这个世界随时都会崩溃瓦解。各方人马都亮出保命的手段，守护自家小辈，但天翻地覆的可不仅是这方世界，众人内心同样如此。这就是楚风，戒染清之子。所有人都在认真打量着楚风，传闻中就是传闻，他们内心也是不愿承认这个陌生小辈的。可当这一幕的浮现，尤其是在戒天染失败之后，所有人都清楚楚风眼前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分量，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分量。可忽然，刺耳的咆哮于脉之本源内响彻，紧接着巨大的虚影也于脉之本源内隐隐浮现。最可怕的是，伴随脉之本源如此变化，天地的震荡更加强烈，山脉崩塌，海洋泛滥，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在因着震荡而快速改变。而那原本快速涌入楚风体内的脉之本源，也是开始减缓速度。戒天染。就在此时，楚风看向七界府主，你可知此为何物？楚风问。七界府主没有回答，但却也抬头凝视着楚风。楚风继续说道，你应该也有猜测，但我来告诉你，你的猜测是正确的。此物正是隐于血脉天河的力量，脉之本源。此次9天之巅会选于这里，就是因为它。如果说之前人们
还无法绝对的确定。楚风的这番话，则是等于宣布了标准答案。楚风，你怎么如此确定？你是知道了什么吗？无数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他们都想更加确定，但他们为何暗中传音，而不敢光明正大的问？自然是因为惧怕七界圣府。因此，对于这些暗中传音，楚风就当作听不到，而是继续看向自己的外公界天然。这脉之本源就在这里，你七界圣府怎么不派人出来抢夺？是偌大的七界圣府，连一个能够得到脉之本源认可之人都找不出来吗？若真是如此，你七界圣府又凭什么视外人为废物？你们不也是废物吗？楚风问道。此话一出，众人都不由将目光投向七界圣府，想看七界圣府的反应。这番言论换作其他人说，那简直就是找死。但是楚风是谁？他早与七界圣府势不两立，所以他说出这番话，众人并不意外，并且他有资格说这番话，因此众人都想看看七界圣府要如何应对。楚风，别装腔作势，坚持不住你罢手便是，何必扯这些找理由？七界圣府的有长老开口说道，他脸上没有丝毫怒意，反而一副看破一切的架势。对啊，楚风是坚持不住了吧？是故意找借口为自己接下来的放弃做铺垫吗？虽然这是反击，但众人却也觉得七界圣府那长老所言在理。毕竟脉之本源变化后，涌入楚风体内的速度的确变慢了许多。坚持不住，何以见得？楚风问。何以见得？那位长老轻蔑一笑，这才说道，装傻充愣。楚风，你当在场之人眼瞎吗？谁看不出来？你已是油尽灯枯，这脉之本源，你根本无力征服。对于此话，楚风微微一笑，旋即说道，原来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看清楚了。话罢，楚风周身金色符文变得更加明亮，紧接着哪怕已有暴走趋势的脉之本源，也是继续涌入楚风的掌心之内，并且这一次的速度比先前快了数万倍都不止。如此速度下，原本遮天蔽日的脉之本源，不过片刻的功夫，便尽数涌入楚风的掌心之中。此时，虚空终于恢复了正常模样，蓝天白云，一切正常，就连之前可怕的震荡也于此时消散。但这平和的虚空下，所有人却都顶着一张震惊的脸庞。脉之本源被楚风收服了，并且收服的极其轻松，若非亲眼所见，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再借天然集结七界圣府之力都无法收服的脉之本源，楚风会如此轻松的收服，这便是差距吗？可人与人的差距怎能大到如此地步？难道天才之间也有天地之别？老头，刚刚的话可敢再说一遍？楚风看着那位先前开口的那位七界圣府长老，那位长老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但目光却不敢再投向楚风，根本不敢与楚风正视。这么多人都亲眼见证，他根本无法辩驳，尤其是在借天染失败之后，他甚至都没办法去说那脉之本源力量太弱，不然就等于是打了他们府主大人的脸。现在的他可谓进退两难，已是无路可走，只能认栽，只能当众丢脸。太厉害了吧！此子所作所为，简直比借染清当年还要可怕。借天染他真是看走眼了，这哪里是废物，这分明是从未出世过的天才啊！各方强者内心感叹，这番话他们不敢当众说出来，但他们心中对楚风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此子的天赋简直已到了无法预测的地步。而就在此时，9天之巅的榜单发生了变化，那是一个公布结果的榜单。第1名楚风，第2名仙海鱼儿，第3名仙海少羽，第4名风铃，第5名宇文炎日，第6名凌霄，第7名蟹宝宝，第8名仙喵喵，第9名龙成宇，第10名秦玄。排名很长，足有100名，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第1名的位置。楚风，9天之巅已经结束了吗？难怪楚风会有如此阵法护身，看来他没有说谎，这真的是脉之本源。此次脉之本源现世，与9天之巅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众人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人质疑，为何仙海鱼儿和仙海少羽等知名天才会排在楚风后面？脉之本源都被楚风征服了，难道还有人能比他更强？再结合楚风之前大闹7界圣府，又能全身而退的壮举，这第一他拿的乃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甚至许多人觉得这第一就应该是楚风的，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绝对没有第2个人能够如此轻松的将这传说中的脉之本源收服。楚风，借染清之子，无疑就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小辈，没有之一，无法质疑。数百头宛如小山大小的巨兽，整齐的俯卧于虚空之上，他们身上都有着一条锁链，锁链连接着同一目标，一辆长达1000米的战车。可战车内的空间却远不止1000米这么简单，金碧辉煌，大气磅礴，简直是一座巨型宫殿。在这宫殿最顶端，一位身穿金色铠甲的老者负手而立，透过窗户打量着外面的情况。在他的身后，则是站着数十位身穿金色铠甲之人，这些人有的面容苍老，有的中年模样，个个气息不凡，皆是真神后期的高手。可他们却只能站在老者身后，毕恭毕敬，因为这位老者乃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存在之一，神体天府府主，也是宇文炎日的亲爷爷。幸亏借天染走了眼，不然只是借天染加上借染清就已经足够棘手，若是再加上楚风，真的是难以想象。神体天府府主叹道，府主大人，借天染已经见识到楚风的天赋，他会不会改变态度，将楚风收入7界圣府麾下？神体天府一位老者问道。不会，我了解借天染的性格，他做的决定不会回头。神体天府府主道。但若是他低头了呢？神体天府那老者又道。听闻此话，神体天府府主沉默片刻才道，那便做好臣服7界圣府的准备吧。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神体天府的强者都是面色凝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府主此话绝对没有夸张。借天染和7界圣府本身就够强了，借染清当年的表现更是惊为天人。
可偏偏楚风现在的表现，竟比叶染青当年还要恐怖。倘若楚风真的加入七界圣府，叶天然与叶染青父女俩的矛盾也将化解。七界圣府老中青3代天才，皆傲视于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同辈之上，谁人能敌？恐怕其他势力联手，他也无济于事。忽然，七界府主竟然狰狞的大笑起来，他的笑容十分刺耳，近乎癫狂。人们还是第一次在七界府主脸上看到这样失态的笑容。向来高高在上、运筹帷幄的七界府主是怎么了？难道面对如此优秀的楚风，就连他也丧失了理智，几近崩溃？就在众人以为七界府主被气得癫狂之际，他却忽然收起笑容，看向楚风，目光无比狠辣。楚风，你能征服麦之本源，靠的是什么？靠的还不是我七界圣府的王之血脉？错了，我的王之血脉是我母亲给的，与你七界圣府没有关系。楚风一脸不屑，错的是你，就连你母亲的王之血脉都是我七界圣府给的。七界府主道。对此，楚风面露不屑。对于这种事，他根本懒得争辩，大家心里都清楚，强的是界染青，而并非七界圣府。因为在界染青之前，七界圣府根本没有过王之血脉。可谁曾想，七界府主却继续开口：楚风，你先得意一阵子，但也持续不了多久了。现在你的一切都是我七界圣府的，我七界圣府迟早会拿回来，不仅仅是脉之本源，也包括你的王之血脉。就像你母亲一样，老夫会亲手剥夺你的一切。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神色一滞，而楚风也是没有了之前的沉稳，剑眉瞬息竖起。此话何意？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凝声问道。界染青所拥有的一切，皆是我七界圣府所赐，可他对我七界圣府不忠，老夫念他是我女儿，留他一条性命，但身为七界圣府府主，却也不能徇私。界染青的王之血脉已被老夫剥夺，如今已是废人一个。七界府主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感觉难以置信。界染青横扫一个时代的天才，七界府主最疼爱的女儿，她的王之血脉竟被剥离了，真的假的？至于吗？他这样做减弱的可是七界圣府的战力啊！尽管七界府主亲口诉说此事，可人们还是感觉难以置信。界天然为了激怒我，不惜编造如此谎言吗？楚风再度开口，语气之中已是夹杂着些许的怒意。楚风见过大风大浪，并不会被轻易激怒，可是关其母亲安危，他也无法再保持淡然自若。因为其实楚风一直很担心他的母亲出现意外，难道真的是怕什么便来什么吗？此刻楚风的心也慌乱起来。谎言？楚风，你有资格让老夫编造谎言吗？你更没资格让老夫以自己的名誉来编造谎言。但有一点倒是与你有关，你与你父亲的确是让界染青丧失血脉的罪魁祸首。当日他本来是有选择的，他本可以保住亲情，保住名誉，保住属于他的一切，仍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仍可以成为老夫的骄傲。可他冥顽不灵，是因为你，全是因为你。楚风，是你与你的父亲毁了你的染青，你们才是罪魁祸首。话罢，七界府主掌心一翻，一把血红色的匕首浮现在掌心。府主大人，看到那红色匕首，站在七界府主身旁的众人面色紧张。诸位不敢与老夫共进退吗？七界府主眯着双眼，淡淡说道。听闻此话，那些七界圣府的长老也都掌心一翻，亮出一把血红色的匕首。看到那些匕首，见过界染青的人都感觉恍惚了。正因为见过界染青，所以他们感觉得到那些匕首上面都有着界染青的气息。而楚风看到这血红匕首，更是目光呆滞。他回想起在古界幻象阵时所看到的景象，在那幻象阵内，他看到了他母亲被剥夺了血脉，而那些人在幻境内所使用的，与眼前这些人所拿出的几乎一模一样。楚风，看到了吗？你母亲的王之血脉就是被这匕首剥夺而出，而他也将终结你的王之血脉。你母亲当年还有选择的权利，但你没有，你的下场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不属于你的东西，老夫会亲手取回来。七界府主手握血红匕首，以阴冷的目光看着楚风。神体天府战车内，众强者看向他们的神体府主。府主大人，七界府主说的是假的吧？他那么疼爱界染青，真的舍得剥夺界染青的王之血脉吗？众位强者仍感觉难以置信，你们并不了解界天然，此人对七界圣府的忠诚已达到了执念之地步，为了七界圣府，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既然当众宣布此事，那看来就是真的了。糊涂，界天然真是糊涂啊！但他的糊涂却是我们的幸事。神体天府闭上眼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闭上眼眸，是在为界染青感到遗憾。那样的天才不该陨落，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若是这样，那浩瀚修武界的未来还真就是局面未定。猛然间，万里晴空被9色雷霆所覆盖。与此同时，楚风周身同样释放出9色雷霆，而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也自那雷霆之中释放而出，笼罩整个世界。我要你死！刹那间，遮蔽虚空的9色雷霆与楚风周身释放的雷霆交融在了一起，天地震荡。不属于楚风这个境界的气息弥漫于这方天地。怎么回事？是脉之本源的力量吗？可那明明是天雷血脉，为何会释放出如此强大的气息？怎么回事啊？这不像是楚风自身的修为。众人震惊之余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楚风身上释放出如此可怕的力量。这感觉血脉暴走。世界之外，身被斧头的宋长生也注视着这一幕。相比于其他人，他一眼就确定了楚风所展现的力量。正因确定，纵使是他也是目光凝重。他不知是否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为何楚风会散发出如此强大的气息？神体天府内那些强者也是感到不解，是血脉暴走。神体天府府主说道。血脉暴走。听闻这4个字，神体天府众多强者也是感到吃惊。所谓血脉，乃与生俱来的力量，不仅人族有，妖族也有，且血脉之力的种类分为很多种。血脉之力有强弱之分，哪怕相同的一种血脉之力也有强弱之分。血脉强大到一定境界的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情绪失控，便会引发血脉暴走。
血脉暴走将展现出超越修为的力量，但主人也会丧失意识，成为只会杀戮的存在。但血脉暴走极其罕见，整个浩瀚修武界，远古之后，至今为止有过血脉暴走的人只有3人，那3位无一例外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不过楚风的天赋，他能血脉暴走，倒也并不稀奇。可是他展现的力量未免太强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小辈所该具备的力量，哪怕血脉暴走，也不至于如此夸张，并且这股力量仍在继续变强。传令下去，所有神体天府之人退到安全范围内。神体天府府主说道。随后，神体天府众强者立即撤退，不只是神体天府，仙海鱼族、苍穹仙宗以及其他势力也都确定这是传说中的血脉暴走，所以各方人马都迅速地向远处退去。满是人影的天地瞬息变得空荡起来，唯有一方势力并未退去，反而布下防御与攻杀双重大阵，严阵以待。是七界圣府府主大人可感受到楚风的威势，就连站在七界府主四周的众位强者也是面露恐慌，他们可都不是弱者，都是真龙后期的界灵师。可是偏偏眼下楚风散发的威压让他们感到不安，那似乎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将他们抹杀的力量。无碍，继续下去他会脱离那阵法，只要他敢脱离那阵法，老夫就将他就地正法。相比于其他人，七界府主则是满面自信地盯着楚风，同时眼中充斥着渴望，他极其希望楚风从9天之巅的阵法内出来。楚风冷静，可忽然一道声音映入楚风耳帘，那是一个陌生的老者声音。这道声音不是简单的暗中传音，蕴藏着强大的阵法之力。这道声音映入耳帘，楚风即将丧失的理智顿时恢复了许多。你若继续这样，会破坏9天之巅的阵法，将自己暴露七界圣府的攻击范围之内，不要被界天然所激怒。你母亲的血脉并没有被剥夺。那老者声音再度响起，你是谁？你怎知我母亲的血脉没有被剥夺？楚风追溯那声音，询问道。这是陷阱，莫要中计。老者声音再度响起，但是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小，似乎那老者的暗中传音也受到了某种阻隔。七界府主见楚风迟迟没有发动攻势，反而血脉暴走的气息有所缓解，顿时眉头微皱，赶忙暗中传音于七界圣府的众位长老，激怒他，让他出来。楚风，剥夺界染青血脉，我也有参与，你母亲的血脉是我亲手剥夺的，如今我就站在这里，你可敢动我？楚风，老夫还记得界染青被剥夺血脉时那痛苦的模样，那悲惨的哀嚎，一代天骄就此陨落，这都是因为你，是你这个小废物，才害得他失去了一切。一时之间，各种声音响彻不断，甚至他们为了激怒楚风，都不再顾及自己的形象，各种没底线的话也都说了出来。他们该死！小鱼儿站在古殿内，他的角度看不到七界圣府众人的位置，但却能够听到那些声音。他气得小脸之上杀意弥漫，若是可以离开这里，他都会立刻杀过去。仙海少羽和龙城羽仙喵喵等人没有说话，但他们同样满眼怒火。他们都知道楚风一路走来不容易，但究竟有多不容易，他们并不清楚，毕竟没有相同经历，便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可此时此刻，他们感受到了楚风所经历的苦难，但想到这只是楚风经历的冰山一角，身为朋友，他们怎么能不怒？与此同时，9天之巅外面，仙海鱼族的强者也退到了安全的地方，可他们仍在用各自手段注视着楚风这边发生的一切，也包括小鱼儿的父母。楚风展现的气息很恐怖，他们还要激怒楚风，真的不怕死吗？小鱼儿母亲并不理解七界圣府的所作所为，界天染不做没把握的事，可能是故意为之。仙海鱼族常道，故意的？难道是故意激怒楚风，让楚风情绪失控，引发血脉暴走，然后他们再逃脱吗？是要让血脉暴走的反噬毁了楚风，还是要等到楚风血脉暴走结束再杀了楚风？他们也未免太卑鄙了吧？那还只是一个孩子，明明什么错都没有犯过，为何要如此逼他？小鱼儿母亲也是满眼恼火，她与楚风自然不熟，可是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个母亲，看到楚风一个后辈被如此欺负，她也是感到心疼。仙海鱼族族长没有回答，而是一直凝视着楚风，忽然道：要结束了。听闻此话，小鱼儿母亲再度看向楚风，这才发现面对七界圣府各种挑衅的言语，楚风的血脉暴走不仅没有彻底爆发，反而是遮天蔽日的雷霆开始消散。楚风抑制住了血脉暴走的力量，结束了，竟然控制住了。对于这一幕，所有人都感到诧异，难道不是血脉暴走，而是一种其他手段吗？本来他们确定那是血脉暴走了，可现在各方强者又无法确定了。根据记载，血脉暴走会丧失理智，几乎无法自控。楚风的威势虽强，但却能够控制住，这让他们觉得又不像是血脉暴走。可相比于其他人，见到楚风的血脉暴走被终止，七界府主的脸色则是变得阴沉起来。楚风已经彻底恢复冷静，他看了看守护他的阵法，竟已经出现了裂痕。再看看七界府主那失望甚至愤怒且不甘的复杂神情，他也是意识到自己刚刚险些酿成大祸，继续下去的确会破坏这阵法，到时候他将直面七界圣府的众人。血脉暴走虽能让他力量大涨，可也将丧失意识，那种情况下一切听天由命，他不知道是否能够胜过七界府主这个老狐狸。楚风，你是怂了吗？原来你也是个胆小鬼啊！七界府主的那些长老仍在疯狂地挑衅着楚风，冷静后的楚风只感觉这种行为十分可笑，但楚风笑不出来。楚风心中的怒火仍在涌动，毕竟他们所言关乎自己的母亲，我会再入七界圣府，到时候你们都要死。楚风冰冷的目光看向那些长老，瞬息之间，所有声音停止，他们都从楚风的目光中感到了浓烈的杀意，那种感觉就好像被死神锁定了一样，他们好像已是难逃一死。而楚风也的确将他们的脸庞一一记下，虽不知刚刚的暗中传音是谁的声音，可楚风觉得并不能完全相信那位的话，他母亲仍有被剥夺血脉的可能。倘若是真的，那么今日这些人
都要死。不止这些人，他要七界圣府所有人血债血偿。楚风此话说完，便通过阵法内的结界门回到了古殿之内。楚风刚走，七界府主便身形一转，回到了那属于他的移动宫殿之内，并且大袖一挥，布下封锁阵法，封锁了整座宫殿。府主大人，您没事吧？本来众位长老是想跟随七界府主进入宫殿内的，发生这种事情，换作以往，应当商议一下处理方法，但却发现被布下了隔绝结界，便有些担心七界府主老夫能有何事。宫殿内传来七界府主不悦的声音：“属下该死，是属下多虑了。”众位长老齐声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独自在宫殿内的七界府主已是盘膝坐在了地上，并且开始褪去衣衫。伴随衣衫褪去，耀眼的光芒竟自身体释放。仔细一看，那光芒源自于无数符文，符文源于其体内，并且越来越明显。七界府主看到身体状况，满面担心。他先是吞服几颗丹药，旋即才捏动法诀，法诀捏动，体内竟又有封印之力浮现。那封印之力很强，明显不是刚刚布置的，应该是布置许久。在这封印之力的压迫下，符文开始向皮肤内隐退，但很快其肌肉开始快速扭曲，那种感觉就像是某种力量压制不住了一般。七界府主脸色变得慌张，他能感觉到，若是继续压制，他自己可能会灰飞烟灭，爆体而亡。可七界府主不想放弃，他赶忙又吞哈素科品阶级高的丹药，甚至拿出珍贵的封印符纸，将其捏碎，来增强体内封印阵法的力量。这封印符纸虽然珍贵，可他知道这种封印符纸对于他的帮助微乎其微，他完全是没有办法了，想死马当活马医。可猛然间，他嘴巴一张，鲜血如注一般喷涌而出，喷了满满一地，并且肌肤也开始出现裂痕，鲜血更是疯狂的自肌肤裂痕喷涌。只是瞬息之间，他便浑身是血，化作了一个真正的血人。见此情形，七界府主赶忙取消法诀，法诀取消，封印之力开始消散，而那些符文则再度快速浮现，且形成完整的符文，笼罩全身。但伴随符文越发完整，他体内的气息也越发强大，换作常人若得此力量，必定喜出望外。可七界府主却是满脸愤怒与不甘。楚风，他双拳紧握，浑身肌肉膨胀起来，暴怒的模样，不用感受气息，只看其状态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一直压制的力量。为了更好的未来，他已压制了几万年，但他对楚风恨之入骨，尤其是楚风一次又一次在他面前展现天赋，他便对楚风越发憎恨，恨到想借助刚刚的机会直接将楚风抹除，剥夺楚风的一切。为此，他打破了计划，解除了身上的封印。这也是为何楚风血脉暴走，散发出那般恐怖的气息，他却也丝毫不惧的原因。他有自信能够压制楚风，抹杀楚风。可谁曾想，当他封印解除后，明明已经血脉暴走的楚风却又恢复了冷静，让他白白解封了这股力量。虽然不至于功亏一篑，但于此时解除本不在他的计划之中，会让他有所损失，这便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此时楚风早已回到了古殿内，所有人都看着楚风，没有说话，也不敢说话。他们都知道楚风的情绪定然很糟。忽然楚风看向凌霄与界宝宝，你们知道我母亲的事吗？楚风，实话实说，我有听闻过这个传闻。凌霄说道。他此话一出，仙海少羽、小鱼儿、龙成宇等人皆是神色复杂，眼中同时流露出担心之色。凌霄是七界圣府的天才，他这个回答显然不妙，但凌霄却是立刻补充道，不过府主大人其实对界染青大人非常疼爱，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应该只是为了激怒你。楚风，我也觉得府主不会对界染青前辈做出那种事。界宝宝也是补充道。楚风微微点头，可他忽然发现一只小手怯懦的伸来，抓住了他的衣角，是小鱼儿。大哥哥，你没事吧？小鱼儿那水汪汪的美眸正关切地注视着自己，满是担心。不仅仅是小鱼儿，千喵喵也是如此，这反而让楚风有些惭愧。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楚风道。说什么呢？你何必说抱歉？要怪只怪界天染那老东西太不是人了，为了激怒你，真是什么瞎话都说。老东西坏得很，不过还好楚风你没有上当。风铃说道。他也不在乎凌霄和界宝宝的反应，直接就在这里骂起了七界府主。而凌霄与界宝宝什么都没说，就连他们也觉得七界府主以及七界圣府的那些长老实在过分。